作为日本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以忠义与荣耀为核心信条的日本武士，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作为军事贵族和统治阶层的结合体，在主宰了日本近700年以后，你是否好奇他们又是怎么消失于历史之中的呢？要说起日本武士阶层为什么会没落，或许我们还得先从他们是如何崛起的开始说起。公元743年，由圣武天皇颁布的垦田永年私财法是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土地政策，它是日本土地制度从公地公民制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关键转折点。该法令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以承认新垦土地永久私有权的方式，激励农民积极开垦荒地，以缓解国家财政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然而，受限于日本当时的资源分配结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被掌握在地方豪族和私园势力手中。最后，农民们非但没有受益于这部法令，反而还被吸纳进地方势力体系，成为扩张庄园经济的依附者。而如果说这种土地关系的改革已经动摇了律令体制的根基，那么以庄园经济为支撑而兴起的社官政治，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天皇的实权，使中央集权逐渐名存实亡，亦为地方势力的崛起奠定了制度与经济基础。由于藤原氏为主导的社官政治长期专注于宫廷内部的权力运作与家族利益分配，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持续弱化，地方治理体系逐渐崩解。这导致日本各地从9世纪末开始盗贼横行，治安日益恶化。在这种混乱的大背景下，一些庄园主为保护自身利益，甚至是为了兼并其他庄园，并开始将一部分的庄民武装了起来，形成了地方性的民间武装团体。在此基础之上，部分庄园还通过将庄园寄进给更具权势的贵族或私社，换取到了不输不入的特权，将庄园打造成为了事实上的独立领地。而面对不断膨胀的地方势力带来日益严峻的威胁，中央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以图自保。这些围绕土地、依附权势、以军事服务为职能的武装团体，构成了日本武士阶层最早的雏形。进入11世纪以后，随着社官政治衰微，贵族门阀权力失衡，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松弛，大批地方武士团体趁势而起，彼此间为争夺地盘和权势频繁交战。在这一系列血腥的纷争中，两大具有皇族血统的武士集团源氏与平氏逐步脱颖而出，并凭借对地方武士势力的整合与军事上的优势，成为当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从公元1180年开始，战火几乎遍及整个日本的源平合战，是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一场漫长且残酷的战争。这场日本中世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内战，在1185年以源氏的胜利而告终，日本历史也由此迈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时代，即以武士阶层为统治主体的武家政权时代。与以武人身份融入贵族政治体系，建立家族政权的平氏不同，源氏所创立的镰仓幕府是一个地理上独立于京都朝廷、权力结构上由武士阶层主导的新型政权。其统治基础并非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度，而是建立在主从契约关系之上的御家人制度。这些在源平合战中追随源赖朝的武士，通过效忠换取领地保护，构成了幕府运作的核心力量。镰仓幕府的建立是日本历史的一个重大分水岭，它标志着武士阶层真正摆脱了公卿体制的束缚，实现了从地方武装到国家统治者的历史性转变。除了镰仓幕府，日本历史上还有2个幕府政权，这便是后来的室町幕府与江户幕府。与镰仓幕府以御家人武士为骨干，通过主从关系与土地赏赐维系统治不同，室町幕府在其动荡建立过程中，御家人制度逐步瓦解，加之对地方守护大名的依赖和妥协，其政权基础逐渐转变为将军与守护大名之间的相互制衡与利益连结，形成了一种松散的武士联盟体制。而到了最后一个幕府江户幕府时期，它则又在吸取室町时期中央弱、地方强，导致内乱频发的教训基础上，进行了深层制度化改革，以法度与行政制度取代纯粹的战功契约，建立起以幕藩体制为核心的身份等级分明、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僚武士政权。江户幕府通常也被视为日本封建政权发展的巅峰形态。而从镰仓到江户，尽管幕府的统治方式在不断演变，武士阶层的治理手段也经历了制度化与中央化的深化，但通过土地支配实现政治控制，以主从关系维系等级秩序，以武力为政权做保障的3项结构性支柱却始终未变。正是这些贡献，使得武士阶层在日本中世纪得以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但也正因如此，一旦这些基础条件遭到削弱或消失，幕府统治的根基并会随之动摇，武士阶层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幕府政治控制的崩塌，早在18世纪就有迹可循。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批富裕商人、高利贷者与地方手工业者因此迅速积累起了财富，并通过典贷、租佃等方式大规模兼并土地，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经济影响力的新兴地主阶层。而与新兴阶级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传统统治阶级，尤其是中下级武士的没落。在固定俸禄制度限制下，这部分武士难以应对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冲击，迅速陷入贫困与边缘化。虽然在士农工商体制中，他们仍名列顶层，但实则徒有尊号，成为了失去实权的阶级移民。这种新兴阶层的崛起与旧阶层的衰落之间日益明显的错位，为日本社会之后深刻的变革埋下了重要伏笔。而18世纪日本内部经济的变迁虽不足以彻底撼动幕府统治，但随着19世纪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推动下大举扩张，对海外市场与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在日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一全球性变局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介入，则无疑进一步加速了日本传统社会的解体。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是武士阶层进一步走向没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美国人的坚船利炮不仅迫使江户幕府打开国门，被迫与其签署了近代史上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开放了下田与香港2个港口与美国通商。在列强武力威慑下，幕府军事威信的丧失，更让幕府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了巨大动摇。而此后围绕开国与软夷的国家路线之争，更让武士阶层内部出现了极大的分裂。1867年，在倒幕派多年的斗争与努力下，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标志，江户幕府的统治迎来了终结。而幕府作为武士阶层的权力中枢，幕府的终结也意味着武士阶层也已经迎来了制度性的死亡。1869年到1876年，明治政府颁布多项法令，系统性的剥夺了武士阶层的诸多特权，包括身份制度、财政俸禄、配刀权等，使武士从统治阶层被逐步解构为普通国民。1877年，以心存不满的萨摩藩武士在失去特权与地位后发动的绝地反抗西南战争中失败，宣告作为日本封建时代最后的残存力量，武士阶层被彻底终结。自此，日本扫清了封建时代的最后遗留，正式迈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阶段。尽管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的制度改革中被彻底废除，但它并未从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武士所代表的忠诚、牺牲、荣誉等精神内核，以及伴随而来的审美风格、礼仪规范与军事传统，早已经转化为日本社会的文化基因，成为一种深植于国民意识之中的隐性阶层遗产。其中最为典型的体现，便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武士道精神的国家化与极端化。日本军国主义一部分内涵，其实就是将武士的忠义精神重构为服务国家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此外，如今日本的一些传统技艺，包括剑道、弓道、茶道等传统礼仪文化、正坐、跪拜、鞠躬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武士文化文明化的一种形式。而至于早已经成为日本民族偶像的西乡隆盛、宫本武藏等历史人物，大量小说、电影、电视剧对武士形象的构建浪漫化，那更是日本人集体记忆中的理想人格与民族精神的象征。总之，日本武士虽亡，但其魂未灭，它仍在以更隐性的方式影响着日本的方方面面。纵观日本武士的崛起与没落，它似乎完美地诠释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悖论。他们曾因乱而生，以战立身，最后又以自身武力的失效而被历史淘汰。日本武士的谢幕，并非简单的失败，而是旧世界在新逻辑面前的必然退场。就像历史上无数曾经辉煌的阶级和制度一样，他们不是败在外部对手，而是败在拒绝改变曾经赖以为生的那一套秩序，并最终在历史逻辑的清算下走向崩解。历史的规则冷峻而公正，它告诫着每一个后来者：谁若无法适应时代，完成自我更新，谁就会被悄然写进终章。对个人如此，对阶级如此，对国家更是如此。